节焦点我们要来关注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不但没有杀死华为，现在反而逼出了一个更强大、更全面，而且无懈可击的科技巨人了吗？我们要来看到是华为官宣说，11月25号的时候有这个新品发布会，会有新的旗舰手机 Mate 80系列、Max X7 AI 全场景的新品都要全面亮相了。那这一次呢，华为它不再是试探，因为它直接对标的就是苹果要发起这个最强烈的挑战。而且现在大家在讨论说，其实现在呢，最害怕的西方国家最害怕不是说这个手机，而是这个中国最神秘的晶片麒麟9030。因为外界的传闻包括说它的晶体管密度逼近了台积电的3奈米，还有说整体的性能呢提升20%，而且华为的绝招不仅于此哦，因为现在说是硬体不够，软体来凑。华为即将要发布的这个 AI 突破性软体技术 Flex AI， 这个技术的核心效果，您从图卡上看到，他说可以把 GPU、NPU 利用率从30%提升到70%，那统一调度升腾加辉达多家的硬体。对标的是辉达收购的 Run AI 核心技术，颠覆了传统的这个数据存储的认知。好，所以现在大家在看说华为的这个算力黑科技，等于它是用软体重新来定义这个算力规则，找到可以他们在 AI 科技的战道上可以弯道超车的这个制胜密码。蔡委员，您看，大家都在讨论说这个麒麟9030，它的传闻很多嘛，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说它的这个晶体的管密度啊，逼近台积电3奈米，那整体性能可以再提升20%，它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的药？麒麟9030当然是最新的晶片，但是它是手机晶片，它不是 AI 伺服器的晶片哦，大家先做个区隔。这个手机的晶片啊，可以装在最新出来的 Mate 80的手机哈等等。那它有很多的这些已经宣布或者尚未宣布的新的效能。不过它的晶体管密度是不是有3奈米？因为没看它官方这么说，对啊，都大家猜的，所以只是说逼近啊，是台积电3奈米。那我们看到再来提这个，那整体性能比原来的提升20%，这是确定了啊，因为它已经先给别人测试过了，确定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这个再看看华为能够每一年哦，就有一个很大的一种提升手机的性能哦。我只买到 Mate 60，再下去没钱买了哈，所以它增长的速度非常的快哈，这个就是一个创新力的表现，这也是它能够这个一再的往上这个飞腾的重要原因。那他现在希望说，它出来的手机哈，不只是限制于鸿蒙系统，能够跟其他系统呢共构，所以开始说我可以跟那个什么。可以跟那个 iPhone 哈什么用相容啊传达，那如果做到跟 iPhone 跟 Android 能够相容传达的话，那他离开中国大陆就打遍天下，从容，游刃有余。对。好，确实，那中国不但在硬体上是拼命追赶，现在软体呢也是弯道超车了。好，赖教授，您来看这种思维可不可以奏效？那是不是现在是把美国直接逼进死角？我觉得刚刚蔡委员讲的是从容啊，他真的是打的那个美国连滚带爬啊，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了。我长期使用华为，我刚好运气很好，就在台湾要封的那一个瞬间，我买到。那时候是在大陆，所以他的那个时候的 Android 系统还是可以跨的啊。然后我儿子因为工程师嘛，他就把我跨过来。你看那是5年前的事情哦，没有坏过一次。到现在吗？没有坏过一次，没有维修过一次，而且摔了不知道多少次啊，也没破。更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它的电池超强。那我后来是现在已经到5、6年了嘛，因为寿命终于。这个它的速度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所需要这么大容量，所以我必须要买。可是我在台湾买不到华为，不能用华为，那所以只好换另外一台手机，美国的。坦白说，我必须平心而论，我1天的电池不够用，还没到晚上，白天还没到晚上，电池耗光。可是我以前华为到第2天还有电，那我用的。而且呢，5年内它的电池不会减少。我现在才买新的，1天的电池就不够了。这代表什么？代表差太多，而且实在是很不好用。所以如果有 Mate 80出来的话，坦白说，我真的是期望了哈，它能够融到完全已经台湾的任何凭借都不会有了。
也不用 VPS 了，也不用翻墙，都不用。我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一定要马上改回来。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好，您提到了有关于软体跟硬体之间的相补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大陆它在当时硬体被卡住的时候，它就用软体的方法要来解决问题。那它的软体确实突破了，可是问题是它的硬体并没有停止，它的硬体的发展研究继续在走。所以当它的硬体突破的时候，它事实上软硬两边的相互辉映啊，它的功能就更强大了。因为一般来讲，当我的硬体很强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花很多钱在软体上呢？可是等到我的硬体也被追上了，它的软体更超越的时候，那我拿什么来去跟它竞争？所以我觉得，当大陆一旦解决了硬体的部分的时候，它的软件成为绝对的优势。在这个情形下，你认为有哪个国家可以跟中国大陆的手机来比？我觉得都打不过了啦，应该就是投降了。因为大陆的坦白说，华为。我还是帮他们做广告，太好用了。有业配哦，没有业配，真是太好用了。所以代表那个蔡委员的60还可以继续用很久，哦，3年都可以用，到现在还是3年都非常用。好，我们要来看你刚起来讲那个 Flex AI 啊，跟手机没有关系，它是 AI 伺服器在用的，对，它对焦的是什么？是这个辉达的这个所谓 Run AI， 对，它叫做 AI 容器。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什么叫 AI 容器呢？就辉达来讲，它把所有的各式各样的软体，在调整它 AI 运算的效率。就是说，这边比较忙，我调过来这边用；这边比较忙，调过来，那个叫做调度平台，叫 Run AI。但是现在啊，这个华为的 Flex AI 要更强。它不只是软体在调度，它连硬体都可以调度。而且它不只是调度它自己的升腾晶片。它还可以调度辉达的 GPU， 还可以调度 Google 的 Tensor 晶片，因为是不同系统的晶片，还可以调度寒武纪的 NPU， 所以它是一个把硬体跟软体统一调度的平台。那这是全世界第一款这种所谓 AI 平台的资源调度，唯一把硬体跟软体一起调度的。是。那辉达目前只调度软体平。好，中国之所以可以在软硬体呢都弯道超车，就是因为它背后是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在突围。我们接着要来看到的是，透过哈勃投资，华为现在布局了上百家的半导体公司，从设计、材料、设备到EDA工具，通通都自己来。所以你看到他说打造了一道去美化的钢铁长城，而且更让人振奋的就是寒武纪的这个 Newware 软体平台，它也开始对华为的 CUDA 发起了更多的挑战。过去呢，这个华为是垄断了全球的开发者生态，但是寒武纪它现在做到的是跨晶片、跨场景、无缝接轨，而且呢还兼容这个 PyTorch， 说让开发者用起来可以更加的顺手。好，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全面的推行呢？因为更关键的就是中国官方说了，你用国产 AI 晶片的企业有能源补贴。好，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就是启动了 AI 国产化大迁移。那这一波变化很可能会直接改变的是全球的竞争格局。所以请教厉将军，那也就是说，辉达的垄断时代结束了吗？我们可以这么预测吗？我们讲 AI 竞赛，AI 为什么要竞赛？为了赚钱嘛，对不对？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赚钱。那怎么样能够赚钱？我有很多的客户都会用这个不是只有少数的科学家会用，连阿嬷他都会用 AI， 那你就一定赚钱。那怎么样让到阿嬷他们、阿公他们都会用？第一个就是好用，第二个就是这个容易用连他们都会用，第三个是耐用，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耐用。所以我觉得寒武纪它现在的发展理念是这样，它用晶片做一个算力的一个基底，然后用软体来释放这个晶片的这种计算的能力。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用工具来怎么让工具来讲可以让降低使用的门槛。就这个我用这个工具，又不会说只有高阶的科学家或干什么，要教授他们才会用，就一般的寻常老百姓、普罗大众都会用。最后来讲的话，它所谓生态，也就是说可以扩大它的使用的用户。那目前来讲，寒武纪是在朝这方面在努力。所以说，一个 AI 的发展不是说你做的晶片好就一定好这不是说是光这个这个 NVIDIA 的 Blackwell 晶片是比较高阶的，它就一定好。你必须要有其他的。包括到软体的配合，包括到客户的使用，包括你工程师的设计，最好能够让大家能够使用。我以前一直有一个观念这个毅力可能有时候，你觉得电锅比较好用还是电子锅好用？
这个很多，我跟你讲哈，你问老人家年纪大，一定说电锅，还是用电锅？为什么？它一个按键按下去，它就可以煮饭，不管蒸或干什么啊，确实是简单好用。我觉得 AI 未来的发展也势必朝这个方向。那之所以中国如果说是要跟未来跟美国在这个 AI 晶片上面做竞争来讲的话，我想说，黄仁勋讲得很清楚，黄仁勋他曾经预言，如果说不让他的 NVIDIA 卖到中国大陆去的话，那中国可能在5到10年之内，搞不好还更早了，更快就已经在这方面超越了中国。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中国现在已经H20已经这个禁止使用了，它愿意提供更多的补助，好，包括寒武纪这些晶片。如果你用国产的晶片，我可以更低的这个价格补助。那中国来讲，大概从事这种 AI 晶片开发有100万的科学家，正在这个每天24小时很认真的工作。但是矽谷从事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开发的工程人员大概只有2万人而已，所以人数它就比你多嘛。第三个，我们讲说是华为晶片来讲，现在我们刚刚讲的910它有一个9010C，它的算力之前都认为说是 NVIDIA H100很好用这个，但是910C它的算力，黄仁勋自己亲口讲，它的算力只比 H100要低8%到12%。所以从这方方面面看起来，如果说给中国这个不管寒武纪或者是更其他的相关的 AI 的企业来讲，给他更多的补助，给他更多的帮忙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很快会在短时间这个超越过美国这也就是为什么黄仁勋一直很焦虑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美国自己在拱手把这个 AI 竞赛的这个冠军的奖杯自己奉送，因为他的管制让这个奖杯奉送给中国。是，那蔡委员这题你怎么看？辉达垄断的生态的这个时代要结束了，因为现在是全村的希望，甚至说全球的希望，辉达，那接下来会被超车？不会，它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包括寒武纪也是架在辉达的模式上面包括那个华为也是架在辉达的模式上面，所以变成说。它跟其他是同步成长，你成长我就成长，这是一个很特殊现象。为什么？你看那个他用的 New Wear